有些时候我们要突破一个信念，不一定要直接告诉自己要转念，有些时候是透过你实际去做了什么，你用身体的感受去把那个信念松动掉，可能效果还比你不断的自我催眠来得好。你有过这种时期吗？生活中没有热情，好像就只剩焦虑而已。到底是现实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还是只是有一些信念卡住我们？放心，这一集呢，Jaco 来陪你聊一聊，到底怎样可以找到突破的契机。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 Jaco。Hello， 大家好，我是湘云。这一集主要来聊聊没有热情的7种可能性，以及呢我们如何找到突破的方式哦。好，那这边呢整理了7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呢是你把人生过成了一份任务清单。人生过程的任务清单哦，我知道，就有点像我们的生活就只剩那种该做得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倒垃圾倒垃圾这个事情有点小湘云，你之前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讲我的上一份工作，很贴切，就是感觉在那边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然后也进步不了，然后做一下很没有意义的工作。我能不能问一下细节？你刚刚有提到说没办法进步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之前是新媒体部，但是其实没有很想要发展新媒体这一块，公司录出来的东西跟丢给你剪的东西，那个原本的东西就没有人要看了，所以你后置的再好，这个东西也是没有人要看的。每天就觉得我到底做这个干嘛？因为这件事情对公司来说没有获利嘛，所以就是没有人在乎。哇，这样做起来真的会很无力耶。而且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尤其是我们那些该做得做的事，它又抵触了我们心里的价值观。比方说其实我们是很希望可以让自己的能力提升，甚至是做出好作品。前端给我们的东西已经是没办法有太多优化空间，而结果又没有人在意的时候，说真的，这样的工作真的做起来会无力。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没有热情，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人怎么样，而是我们当时选的路跟待的环境。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是在一份工作里面做到没有热情呢，那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会不会是因为你现在做的这一切，要么是抵触你的价值观，要么呢是你感觉不到自己在这里可以持续攀升，不管是你的能力也好，还是你未来的收入也好。那接下来第2点呢，是你正在长期的压力状态中。其实我觉得长期的压力这件事情啊，确实会让人对于生活失去热情。但是我觉得会是这样的原因是，你去想假设我现在每一天要去处理的是，比方说金钱的压力，对，要想办法追钱，或者是说我现在的工作被派的任务对我来说是大于我的能力负荷的，那它也会让我一直感觉到压力。又或者是在我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有一个我很不喜欢的主管或者同事，那我光想到要跟他碰面，我的压力就会很大。对，那当我是长期处在压力之下，可是呢，我们又是为了赚钱不得不去做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种感觉是，我们的大脑会在那个状态去关闭了创造力。对，因为我们每一天就光是想着就是怎么办，然后你好像就只听得到这一个声音，而且甚至那一个压力啊，它会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好像这种压力是无止境的。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呢，我们就会更难去想象得到，哇，其实我们的人生还是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对。那接下来第3点呢，是你其实没有失去热情，而是你的内心累了。这个其实我有过一次经验我的经验是跳舞这件事情，街舞也是我人生第一个，我自己在跳了好几个月之后，我觉得哇，这件事我很喜欢，我很有热情。回想起来，我跳街舞大概整整有8、9年，可是啊，我大概跳到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没有热情。可是那时候我的没有热情，不是因为跳舞变得不好玩了，而是因为我发现，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是全职的舞者嘛，所以我们不会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那
跳舞的收入我在当时又算是相对不稳定，可能你有比赛就会有钱，但是如果没有赢的话你就不会有奖金。那第二个是我们可能只能靠教跳舞来创造每个月的稳定收入这样。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件事情是变成是一个例行公事，我们去教跳舞的时候就只能教一些很简单的动作，在那个过程第一个是体力很累，因为你一天要赶很多课，第二个是这件事情我们在做的过程又不能以着我们自己的兴趣去发挥去享受，不断的累积这样的经验之后，到后来就有一种心很累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提醒我们，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原本对这件事情是有热情的，但是到后来心却累了，那你可能就要去想想看，你的心累究竟是因为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已经大于你的体力负荷，而且它没办法让你去发挥你的这个创造力，发挥你的长才，有规则限制住你了，所以才造成你的心累变得没有热情，还是说是像刚刚的那一个原因，你现在是处在长期的压力之下才造成没有热情？因为如果是处在长期的压力之下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思考的就不会是热情的题，而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我现在生活里面带给我的压力源有哪一些，我们又可以怎么去找到相对应的方式去解决，这样避免我们有压力在那里，可是我们不愿意去看清它，这个压力一直造成我们心累。那接下来第4点呢，是你没有允许自己做一些没有意义但是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我觉得这一题其实谈起来是有点绷太紧因为今年的我真的从1月到8月到现在这个时候，真的像想起来是很少有机会可以好好休息，而且我其实自己有一个感觉是不敢休息。不敢休息？对，因为休息它可能是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打电动然后或者是听音乐或者是看剧。我几乎连在看影片的时候都是在找选题的题材，有没有其他的资讯可以参考。当我开始想要为了我自己去做一下放松的事情，我在那个当下我是有罪恶感的。会会对，就是我现在有资格休息吗？对，我有资格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吗？对，有时候就是想要听一些很没有营养的 podcast， 但我想说算了，还是听一点对自己有有注意的频道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个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可以允许自己有拼得很彻底的时候，同时可以有休息得很尽兴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去调节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有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充斥着一些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很有趣很有挑战同时呢我们也让自己可以去调剂自己的心情，真的那个状态不一样。那接下来第5点呢，是你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不是自己的选择里面。我觉得这一个他要谈2个情况，一个是有自觉的，一个是没自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自觉的，他指的是说我一直以为我追求的人生的方向就是我心里最想要的。有一些成功人士其实都有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终于花了5年甚至10年比别人更快的时间，然后打造了他的商业帝国，可是到他拥有的那一刻之后，他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现在还是有那种空虚感。他这时候才发现说他好像是在活出一个社会框架的成功人士的样子。所以我说的这个是没自觉的情况。对。那像有自觉的情况，香云你有没有听过类似的经验或故事啊？我曾经听一段 podcast， 然后那是听众的那个分享，就是他在高中3年，他很努力的想要去一间位在台湾中部的一所大学，很努力的朝着他的梦想前进，然后也真的考到这所学校，也确定可以就读了，可是他的家人却不同意他离开家里去外县市读书这样子。最后呢，他就还要自己写那个自愿放弃的同意书，然后放弃他的梦想，遵循家人们的建议，然后留在高雄读他不想读的大学。哇，好痛苦！我听到他这个很可怕因为等于是抹灭了他过去3年的努力，然后也毁了他现在做的决定，以及他未来4年的生活都不是他选择的。因为我觉得这一个议题，当然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得到的是说，可能他的家人是以着一种保护机制，对，就是他的家人是
希望保护自己的小孩子，然后可以住近一点点，也担心他可能住外地会有一些风险，所以宁愿是他可以住在家里就近照顾这样，那他们比较可以确保他的安危。我是可以明白这一点。那同时啊，其实我刚也感受到一件事情是，他心里累积的这个痛苦，可能不仅是他不能追求他的梦想，而是他可能会接受到一个讯息是，我是没有资格决定我的梦想是什么，我人生的路我好像就只能由别人来决定。我比较担心的事情是，他很有可能在未来，他光想到要有热情这件事情，他会下意识触发了这次的痛苦的经验。对，所以很有可能啊，他在追寻热情这件事情，他的内心会出现矛盾点。这一题其实他要探讨的可能性会比较多。打比方说，有一些人是因为家里的压力，家里的公司需要有人接，他接了之后，他也知道他不喜欢。可是有些人他是真的也不得不接了，因为如果不接，爸妈不能养老。对，所以他有可能是要抹杀掉自己的热情去继承家业。所以我想说的是，有很多的情况会是，如果你真的是不得不，所以你得抹杀掉自己的热情，而去活出别人期待的样子，那我会希望你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对不对？请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没有热情的人，而且你也不要以为好像你放弃了你自己。我得说，你这么伟大的做出这一个决定，其实你是为了守护更重要的家人，而你选择暂时去把自己的需要先放在一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伟大的奉献哦。当有一天你意识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好像都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假设你是有得选的，我说的是你是有得选的，那我们只要有几个心理准备。第一个准备是，当我为了要去坚持我想要去做我有热情的事情，那如果做这件事它需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对，那我们也要有承担代价的勇气。比方说呢，有些人当他决定了不听家人的话，去追寻自己的热情，那这时候可能他要扛起来的代价就是从此以后，因为他的人生决定自己说了算了，对不对？那所以也代表着接下来在追寻热情的过程当中，养活自己的责任、赚钱的责任全部都要扛在自己身上。那可能有些人他遇到的情况是，从此家里就再也不会给他任何的金援。这一些啊，其实都会是一个你看清楚之后，你可以为自己去坚持而做出来的决定哦。千万要记得，别人的期待那是他的期许，可是你的路要怎么走，那是你的决定。好，那第6点呢，就是你对未来不抱任何期望了。香宇，你有经历过这种对未来完全没有期望的感觉吗？又要讲到我上一份工作，因为我在那边待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待到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好像就是那边就是我的舒适圈，然后我踏不出去，我好像也没有能力再找更好的工作，然后年纪又有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想说啊，我如果离职的话，我可能只能去洗碗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好吧，我可能就只能在这里等到老到退休了。因为我觉得没有期望还是可以分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可能性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现在正在坚持的事情你是看不到未来的，或者你看到了未来，你已经知道不是你要的。当我们对一个地方呢不抱有任何期望呢，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是在提醒我们人生此刻或许需要转向的。可是呢这里还会谈到第2个点，就是有些时候之所以不抱期望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没办法再相信我自己能够找到更好的路，或者我无法相信我自己是能够拿到我要的结果。当我不相信我自己有机会能做到，或者我不相信我自己能够开创更多的可能性，那这时候就会进入那种不抱期望的状态。我自己其实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呢，在我人生很低潮的时候啊，那时候真的是有过借酒浇愁的一段。然后那个时期我记得最黑暗的那一刻，就是晚上要睡觉之前，要闭上眼睛之前的那一刻，我心里真的有浮现过那个念头，就是如果
下一刻不醒来也没差。对，所以像我那时候很低潮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未来不会再更好了，而且甚至我没有把握我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因此我不相信可以，才造成了我整个热情，我的能量不见了。那我那时候之所以可以克服这一点，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很相信一点，就是人这一生，老天爷终究会派给你一些很大的难题。对，可是他派给你的难题终究有机会可以解决，可能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过非常痛苦的时刻，而往往我们解决的难题越大，我们的能力就更有可能是大跃进这样。所以啊，我那个时候是想办法让自己从在家里闷在那边，然后到后来是想办法去跟人群接触，去跟能量比我高的人互动，去跟能力比我强的人互动。我觉得这点很有感就以前我老是把自己困在那里的时候，我的生活就是2点一线，然后做我不想做的工作，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不觉得自己有精进的机会。可是后来我跳脱出来之后，我靠近的人都是一些能量很高的，然后包括是做事情的态度都不一样。你跟在这样子的人身边，你会觉得你的自己的能量也会提升很多。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明明你跟他都身处在相同的世界，对不对？对。可是呢，他看到的机会却比我们多。对，真的。而且他认为的可能性比我们多。那当然，我们一定有人会在听到这边就会讲说啊，可是他现在收入比较高啊，对不对？他的资源比我们多，对不对？可是我们也可以去想一件事哦，那如果他的收入比较高，他的资源比较多，所以他看得到这些可能性，那我们再去想一下，有没有可能他在看到这些可能性的同时，他还是得想办法去找金主，然后要到更多的资源，甚至他要把那件事做成，他是心里要先想说这件事是有可能做得成，然后想办法去把那个能力具备起来。也因为是这样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时期多跟有能量的人来往，其实对于我们打破这一个思维框架是很有帮助的。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换一个环境。我说我不是换工作，我说的是要让自己尽量不要待在家里。对，真的要走出去。对，因为当我自己心里一直觉得未来是无望的，可是我又一直闷在家里，那你就更没有机会去创造可能性。第三个啊，请你把对于创造一个你想要的未来，对不对？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完成品。我们对未来会不抱期望，是因为我们底层有一个信念，是我无法再创造出更好的未来。所以啊，如果要去破除这个信念，对不对？请你可以试着把创造未来的这一个目标呢，先把它改成是提升创造好未来的可能性。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从原本的那一个限制性的框架里面跳脱了。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可以做一些小的尝试，不管是学什么东西，甚至呢你去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都可以。对，因为我们会是在奉献的那个当下慢慢意识到我是可以给予价值的。有些时候我们要突破一个信念，不一定要直接告诉自己要转念，有些时候是透过你实际去做了什么，你用身体的感受去把那个信念松动掉，可能效果还比你不断的自我催眠来得好。那接下来最后一点呢，就是你忘了主动探索也是一种能力。其实这个就让我联想到我以前在觉得未来完全没希望的时候，我那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以为就是找到热情，找到人生的下一次的战场是可以靠思考去想出来的。就是我那时候闷在家里超久，然后怎么想都想不到到底我可以做什么。对，其实啊，想不到自己到底可以做什么，他刚好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人生可以做的选项往往也来自于我们拥有多少种能力。如果我的能力技能是有很多种都可以做得不错，那你自然就在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你就可以有很多选项嘛，对不对？比方说我们有很强的业务能力，那你就可以尽快的去可能做不同领域的业务，然后尽快让自己再累积一些资本。找寻热情也是一种能力的概念呢，它更像是你要愿意花时间踩出去试试看，你眼前有哪些事是你可以努力去尝试的，
而且呢，你在试的过程，你不要有那种我一次找就会中的这种心态，反而更要给自己一种，就是你有可能是找3-5个，以着你对自己的理解，你可以去限缩你眼前的选项哪一些可能性更多。但是呢，这里的重点是你有可能把你现在所有可以尝试的路，假设列下来，你想要尝试的有10条，对不对？你以着对自己的理解，然后去分析一下哪3条你认为最有可能符合你心里的追求，然后让自己愿意踏出这一步去尝试。因为啊，我们去体验的过程，你不但有可能因为认识了更多的人，然后创造更多机会点，也因为结识到有能耐的人，他们在解决问题会从中学到更多。而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去探索去执行的过程里面呢，你意识到原来你自己是能够做好一些事的，这一些都会把你的能量值给拉升起来。而在那个过程你再去观察究竟呢往哪一个方向走，你会更有能量更有热情。可是啊，聊到这边我也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啊，人生一定要需要热情吗？如果今天我有一个疑问是我对生活没有热情，只剩焦虑，会不会这一个人心里有一个想法是我好像需要有热情我才可以把我的工作做好，我好像需要有热情我才会觉得我的生活是开心的。他是不是把热情当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答案？对，所以我其实聊到这边啊，我就想要谈一件事，我自己不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应该被什么样的条件给制约了。有人是用很有热情的方式活在自己的梦想里，然后他过得很开心，可是有些人没有啊，有些人他的人生就是找到一个自己活着很舒服自在的方式，而且呢他开始懂得欣赏自己，他甚至可以学会独处，这样也是一个很棒的生活形态，对不对？所以最后我想提醒的是，千万不要把热情当成是生活的唯一解药，它也不是快乐的保证。我们如果是在工作上没有热情，有些时候我们要去想的是什么？这条路是不是我想走的？如果是，那可能我要处理的是不是心累了，对不对？是不是压力过大呢？如果弦绷太紧，记得调试；如果压力过大，记得直面问题。而这一些都是可以让我们重新调整热情能量的方式哦。很开心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终于聊到第35集了。诚挚的邀请大家呢，如果你认为这样的内容是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呢，邀请你帮我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我是 Jaco， 我是香鱼，我们下次再见，拜拜。